心情。上学不完背语系，废话嘴讲断戈壁。初出茅庐青涩不可及，鸿鹄展翅苍茫秩序。无所谓命格错综布局，破天机天天赐的谜题。轻若困境里蜕变出豪华勇气，不忘江湖路上历练峥嵘侠义。年华一笑便是灵犀，高歌行万里。少年梦逐浪入城，并将心镌刻年轮。远方未曾遇上根，敢闯荡才算人生。方寸间棱角激昂青春，擦拭我岁月风刃。天涯凌云尽所能，是你我并肩又一生。算算时辰，此时此刻，这天启城的大战应该已经打响了吧？是啊，也不知道我那疯了的侄子现在怎么样了。想必在殿前被千夫所指，被痛骂叛国。很多人恨不得把他的肉咬下来给生吞吃了吧？哎，往好点想呢，说不定他和萧凌晨兄弟已经相认，帮琅琊王报了仇，说不定现在正在共享皇位呢。看来侯爷还是不够相信我们呀。几位，你干什么？你疯了吗？师父当年的心愿，你们都忘了。可锦薇还记着，真是没想到，我们最后依托的，竟然是一个废物。废物！当年你们为了一己私利，利用我父帅的军威和民心，将他强行推上皇位，以至于君臣不和，朝野震乱。我父帅为了大义，最后身死。难道你们最后还想让我助你们故技重施？卷轴上本就写着琅琊王的名字，他就应该是皇帝。真是笑话！听说过有人想当皇帝的，没听说过有人一定要当皇帝的。我父帅不喜欢那个位子，他不做，你能如何？我也不做，你又能如何？几位，不要再说了，不要一错再错。我的剑术确实不如你，如果不是师父，我5岁那年已经死了。我只想为他做一些事情。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，杀死季玉的不是我，也不是锦言，我们没有那样的能力。几位，将军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是。禀将军，前方有军队。军队？是陈奎的夏军前来会合了吧？以他的速度，应该要慢一些来才是。不是夏军，是守卫天启城的王离天军。王离天军？前辈，将军小心！真的是王离天军？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想必程叔叔应该很疑惑吧？为什么我爹在攻打着天启城，
我却带着王立天军出现在这里，阻拦着上军和下军。唉，有时候侍奉的人太厉害，我这谋士也显得有些多余了。我原本还有几分担忧，但是看到他们畏畏缩缩的样子，现在多了几分自信。看来萧瑟真的下对了那部扭转局面的棋啊！昔日北离八柱国之柱国大将军，琅琊军行义军侯，雷梦莎之子雷无邪，请全军退避。凝视脚下无尽的深渊。昔日北离大都护，琅琊军统帅萧若风之子，琅琊王萧凌晨，请全军退避。不顾一切向前，无法抗拒的心跳随着呼吸改变。下一刻开始，明德帝之子，琅琊王萧若风军属学生，永安王萧楚河，请全军退避。可他们都死了！北离大都护，银翼军侯都死了！就剩下我一个金家大将军。楚河，儿臣在。宣旨。旨从何来？顾念，你宣。儿臣遵命。明德16年，琅琊王谋逆之案。明德16年，琅琊王谋逆之案。属孤，误判。父皇，您这是要下罪己诏啊！念：属孤，误判。琅琊王萧若风为国为民，担心节律，却惨遭奸人陷害。琅琊王萧若风为国为民，担心节律，却惨遭奸人陷害。现奸人已然伏法，就案昭雪，此局谥浩达，重入太庙，香火10年，圣旨不断。现奸人已伏法，就案昭雪，赐其谥号达，重入太庙，香火10年，圣之不断。其子萧凌晨承其爵位，袭琅琊王，赐宣武将军，可重召琅琊旧军，
并三军之外，直隶帝王。其子萧凌晨承琅琊王爵位，袭琅琊王，赐宣武将军，可重召琅琊旧军，并三军之外，直隶帝王。孤听信谗言，误杀爱弟。愧悔无地。每3日赴太庙相逢，至死方休。孤听信谗言，误杀爱弟，愧悔无地。每3日赴太庙相奉，至死方休。臣领旨。我父帅琅琊王萧若风，为平叛乱国之灾，自吾入狱。当年天启成乱之夜，乃是我与父帅亲手谋划。我父帅为了国家安定，舍一身荣耀，于法场上自刎以定天下。尔等作为我父帅的马后之兵，不以将军之令为首，反兵至皇城，要谋乱天下，还配得上琅琊军3字吗？大将军，你怎么就这么不愿意做皇帝啊？圣上，父皇！圣上，父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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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德22年春，明德帝承认琅琊王谋逆案乃是误判，下罪己诏恢复琅琊王名誉。金甲大将军叶孝英引兵入天启，着新禁微服法，禁言失奏。后史称今日为琅琊兵变。父亲，行了，不必再说什么了。这一次是我输给那帮小子了。其实当时按照我的脾气，真恨不得踏平宫城，杀他个干干净净。父亲虽然骁勇，却不残暴。萧瑟早就看透了这一点。是啊，我看兵力，那小子宽人心，以至于我20万大军被几个毛头小子，再加上一个什么莫名其妙的罪己诏就给退了。萧瑟说，如果当时父亲不退，那么如今天启城飘着的，便不再是萧氏皇族的神鸟大风旗，而是我们叶子营的军旗了。对呀，我当时手里握着刀的时候就在想，难不成把那些姓萧的都杀了，然后自己当皇帝？可是你爹
杀朕杀人还行，哪里做得了皇帝？所以也就罢了。更何况当年王爷是自己让自己去赴死的，所以我就更没有仇恨的理由了。父亲，闺女，你爹老了。当年天启城一起奋战的那些兄弟也都不在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也就凭着这一口气撑着。现在也没了，没了。行了，不说这些了。闺女，身体怎么样？啊？已经许久未曾发病了。我问过国师，他说仙山上的高人留下的那缕真气护住了我的心脉，保我10年无碍。10年过后，高人大梦归醒，我便再去一趟仙山。那便好。闺女，我估计你这些年还不想离开天启，毕竟这么多朋友都在这儿，对吧？萧瑟那家伙，你是想做他的王妃吗？我和萧瑟是一起长大的好朋友，并无儿女私情。父亲，您误会了。那就是雷家那小子。我告诉你啊，他和雷大哥可不一样。雷大哥当年还是挺会逗女孩子欢心的，那小子傻愣傻愣的。父亲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闺女啊，爹是在想，爹走了之后，谁来照顾你呀？父亲要去何处？傻闺女，这番事情之后，你以为你爹还能待在朝中啊？哼！明德帝不降罪于我，那是因为他不敢。我若不知罪辞官，那下面那些人总会以为我还想再打一仗，那他们连觉都睡不安稳。这样，你替我拟份折子，就说告老还乡。当然，也别急着给，等他1个月，让那些满怀鬼胎的人这个月都睡不踏实。父亲要去凤栖山。对呀，你娘就葬在那儿。参见父皇。你们来了，来，再过来点儿。这次的事情是你们2人一起商量的吗？他给我打了个谜语，我便赌了一把。你我2人自小一起长大，心思怎会不知？你明明是听了我那句话，才能做出这般奇诡的调兵的。打开城门迎接叛军，派王离天军去挡2支秦王之师，亏你想得出来！说他不是琅琊军的内应，我都不敢相信。父皇，阻挠秦王之师一事，是儿臣一人所为，还望父皇莫要怪罪皇叔。姑明白你派军拦他们的意图，如今姑病重不起，社稷动荡，
军中难免会有异心。你这次的行为，避免了多方的冲突，没有折损北离的英勇将士，做得很好。父皇，两军之中定有人与其勾结，还望父皇严惩。好，孤会让岳离去查的。凌晨，你在殿前的所言所行，很有你父帅当年的风范。我只是秉承我父帅的意志罢了。若凌晨真的谋乱拿了皇位，以后到了下面，我父帅见着我，非得拿起马鞭抽死我不可。更何况我这性格当不了皇帝的。哎，那什么性格适合当皇帝啊？比如圣上您这样的性格，心思重，性格稳，考虑的也周全。我父帅太潇洒了，做个将军还行，当皇帝嘛太累，所以他当年放弃了。我也一样，皇帝是这个天下最有权势的人，但同时也是最有枷锁的人。那些死太监把宝压在我们父子二人身上，也是看错了我们。哎呀，当年我们兄弟二人，一个为君，一个为帅，本以为北离的国运掌握在我们手中，可以昌隆制胜，却没想到反被他人利用了。你父帅的事，故这些年一直都很自责。圣上的确应该自责。说下去。那件事我如今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。当年我父帅军功累累，天下归心，军中有很多人，包括大将军叶孝英在内，都想推动他来当皇帝。尤其是那次从南绝大胜归来之后，十里长街铺满鲜花，万千百姓夹道欢迎，军中已经有很多人在蠢蠢欲动。于是便有奸臣找出了当年的那封卷轴，想拿此来做文章。据说已经和军中许多将领都在密谈，只等一个时机，便让我的父帅黄袍加身。最后我父帅宁愿赴死，选择自污于身，以定朝纲。但是为什么圣上您自始至终都保持沉默呢？我明白，这是你们君臣之间的默契。你清楚他的打算，他明白你的心思。可是当年，其实还有第二种办法呀。你们可以找出那些想要作乱的臣子，一个一个都杀了。你可以和我父帅一起坚定地告诉天下：没错，卷轴上的名字是萧若风，可那又怎么样？皇帝依然是萧若锦，琅琊王依然是萧若风，这是你们二人做出的选择，没有人可以改变。龙封卷轴不可以，天下人也不可以，可是为什么您却做不到呢？因为那么做有风险，那样做会让您的皇位不稳。它会严重影响到天启城的安定。那些在夺嫡之战中败落下来的王爷们，随时会兵至天启。朝中反对您的大臣们也会伺机而动。圣上，凌晨说的对吗？没错，你说的都对，所以姑这些年一直都很愧疚。姑可以自己骗自己，说这是若风的选择，也可以对自己说，总有一天要为若风平反，在太庙为他重新供奉一个牌位。
可是直到你们踏入皇宫的那一刻，孤都还没有做过这件事。我父帅心里一直记得年少时与圣上的约定，可是后来圣上却忘了。我不知道圣上今天叫凌晨来是想说些什么，但凌晨想说的便是这些，而凌晨想听的也不是一些类似后悔的话。圣上要是没有别的想说的，凌晨便先走了。我理解我父帅的打算，但并不代表我能原谅这件事情。我失去了我最亲近的人，无论是如何，出于什么样的原因，我都没有办法原谅。江山也好，社稷也罢，皇位也不过如此。凌晨今天过来，不是跟你叙旧，也不是来邀功的，只是这么多年，有些话在心底里不说不痛快。凌晨没有办法跟天下人说，凌晨只能跟圣上您说。也希望圣上可以谅解。明白。姑还有一件事要问问你啊，这一次姑该如何选择啊？圣上，其实很简单，您最痛恨哪位皇子，就把皇位留给他。皇上这个位置啊，注定是孤家寡人，做不痛快的。这个回答，姑倒是没有想到啊。凌晨的话，你也都听到了。过去的事，便如他所说。儿臣清楚了。当年，姑害怕那些乱臣再打你的主意，所以一狠心把你贬出了天启。你不要怪姑啊。正是因为如此，儿臣结识了很多朋友。这些才是你值得依靠的朋友，就如我当年依靠若风一样。这些年，姑一直都在想，当年在法场，若风看我的眼神，你猜，姑看到了什么？那日儿臣并不在场，不过我猜，你在他的眼中看到了失望。他在百姓的眼中是神人，他在百官面前是圣人。可是当朕下令斩他那一刻，他一定对我这个哥哥很失望吧？父皇，说，儿臣有事也想问，但是怕说了之后你会难过。说吧。既然今日把你们都唤来，就是要你们说完当年的那件事。说吧。我在想，当年的情势是否真的有那么紧急？从琅琊王被诬入狱，直到问斩，这之间的时间过得是不是太快了？倘若不斩他，真的会引起叛乱。那叛乱真的有这么容易爆发吗？如果真是如此，那么那些人又怎么会任由他被杀死呢？你说了凌晨不敢说的话。祝贺，
你很好啊，这么多年，你是一点都没变呐。是，姑那么快就杀了他，是因为姑惶恐啊。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姑在那一刻成了被捆绑在皇位上的人，知道吗？多谢父皇解除儿臣疑惑，儿臣告退。姑对自己也很失望。这一次输得太彻底了，太彻底了呀！殿下，本王本想着，此一番天下必定大乱，最后两败俱伤，只等我们坐收渔翁之利。可最后，不管是天启城还是琅琊郡，全都安然无恙，可笑，可笑！是我失算了。不是因为萧凌晨，是因为萧楚河。他让王离天军离开天启城，去拦上下两支秦王之师。我方才收到洛成军的信。他说，领兵的一身绿衫是叶孝英的女儿叶若依，他们还以为叶若依是叶孝英派去的。便是萧楚河的这一招棋，就让我所有的部署都功亏一篑。殿下，这输了就输了吧。不过，这次纷争之后，还有一些东西留了下来。你是说百官联名？本以为这件事情终于落下了帷幕，可是当我听完所有的事情，还是有一样很重要的东西溜走了。简言手上那份名单。简言公公手上有一封琅琊兵变的所有朝廷官员的名单。可是这也是为什么萧凌晨率领20万大军可以顺利到达天启的原因。有这份名单，相当于扼住了那些官员的咽喉。要不咱们也去抢抢？我看你最近心情不错，倒是学会开玩笑了。毕竟已经了却了一桩心事，不过这件事我可不是开玩笑。这份名单若是让萧雨拿到手，他必定再起波澜，利用这份名单威胁那些官员为其谋事，绝对不能让他拿到。如今这天启城中全城戒备，谨言逃不出去，就得找个地方躲。你猜他会躲在哪儿？莫非他会去找那个如今天启城中唯一在乎他性命的人？有件事我要告诉你，杀死锦玉的不是我，也不是谨言。我们没有那样的能力。你这是在抄诵经文呢？为了锦玉用心了，你为何抄送了2份？另一份是给锦薇的。锦薇和我们兄弟一场，也是应该的。小时候，我不常与你们在一起，而谨言又一直跟着卓兴公公。其实，你、锦玉、锦薇3个人是一起长大的吧？所以我要为他们报仇。
锦玉的死的确有蹊跷，尚有仇可寻。而锦威死于谋乱，又能找谁去报仇呢？琅琊军能够这么顺利进入天启城，恐怕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到吧。这一切的背后，我总觉得有一双手在推动着发展，而锦威他们只是一颗棋子罢了。锦威也不是个有野心的人，他只是为了替师傅完成他的愿望罢了。不过有一个人，他绝对不会是我们的兄弟。你说锦言？是，他必须死。倘若他来找你的话，你留住他，然后告诉我。但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，5大剑以后只剩下一个人了。你在威胁我？不是威胁你，我是怕你做傻事而已。大剑，你也卷入了这次夺嫡，你支持赤我，那又如何？但是5大剑只应该对明德帝一人忠诚。你知道当年师傅他们为什么在琅琊王撕毁卷轴之时一言不发吗？他们呢，当时早就屈服于新的帝王威严之下了。你会像他说的那样杀了我吗？会，除非你把你手里的名单交给我。只要我还留着那份名单，就不会有人杀我。一旦我要是交出去的话，就连你都有可能杀了我吧？那你还来找我干嘛？我选错了一次，我还想再选一次。师傅，白王殿下到。这天启城中，应该没有别的茶能比锦仙公公这里更好了。殿下谬赞了。不过，殿下来此，恐怕不光是为了品茶吧？当日在泰安殿前，卓心、锦言、锦威3人用伪造的龙峰卷轴企图叛乱。虽然龙峰卷轴已毁，不过锦言手中还有一个卷轴。这个卷轴上是百官联名的手书。既然大家都说这龙峰卷轴是伪造的，那么手书也可以是伪造的。可当时所有人都已经听见了，此事已经传开，朝野上下很在意这件事情。所以殿下也对那份名单有兴趣。父皇已经下了口谕，从今日起，本王代大理寺卿负责彻查此事。白王居然去了红青殿，看来大家都猜到了，锦仙公公是锦言公公最后的救命稻草。只不过，锦仙公公的交道可不好打。二哥有圣上口谕，天启上下就没有他不能打的交道。毕竟谁都不想下天狱。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，圣上为何要将此事交给白王？二哥为人做事稳重，交给他去做，才能够服众。我们呢？我们才是解决了这场兵乱的人。我们？
我们在他们眼中是琅琊王军一伙的，让我们去查，只怕天启城中的那些官员都会寝食难安。那我们怎么办啊？既然此事已经交给了白王，我们很难参与其中，总不能明抢吧？方才我们白小堂迎来了一位特别的主顾，锦仙的人。你这么聪明，就会显得我很呆。说吧。锦仙公公已经联系我们了，说会把锦言送到我们白小堂，让我们把他保护起来。那太好了，等锦言被送到白小堂，我们就把他抓起来，这样手术不就是我们的了？姬雪虽然是我们的朋友，但是白小堂这么多年的声誉，可不能毁于一旦。情分是情分，生意是生意。那我们怎么办？自然是等一等锦仙公公的条件了。不能就这么等下去。我已经猜到锦仙公公的所需了，我们需要为此做准备。若依，外面的情况怎么样？外面盯梢的人又比以前多了许多，整条街都被探子给包围了。以前只有白王和赤王两家盯着我们，但如今半个天启城的人都在盯着我们，我们的敌人又比以前多了许多。对这支手术感兴趣的可不止我们一家，相信萧雨那边现在也有很多人在盯着他。我们的敌人，自然也就是他们的敌人。寒色静悄悄，转身江湖路迢迢。天外雪飘飘，冷月的滚烫云知道。命运狂滔滔，拨开岁月雾绕绕。过往空闹闹，是等待远途零九霄。下水渺渺，心声随境缘轻渺渺。我想养才好，生如莲不染与你潮。跋涉千万里惊涛，踏歌着浪潮，悠扬了年少。刀剑唇齿相依，肝胆相照，真情比天大，梦何惧渺小。任凭恩怨多纷扰，踏歌长啸，芳华奔劫啊！少年锋芒同行，天涯海角，下一通逍遥，有只脚不寂寥。踏涉千万里惊涛，踏歌着浪潮，悠扬了年少。刀剑唇齿相依，肝胆相照，真情比天大，梦何惧渺小。任凭恩怨多纷扰，踏歌长啸，芳华奔劫啊！少年锋芒同行，天涯海角，下一通逍遥，有只脚不寂寥。